你要买什么药？我要买胡柴和麦冬，可他们的价格太贵了，我存了半年的银子都不够。这柴胡和麦冬不是很便宜的草药吗？怎么会买不起？吃不起药就别生病，没妇人的命，别得妇人的病。我们胡柴1两银子3钱，老头儿，没钱就别来了。再见到你在店门口，老板说了，打断你的腿。你这狗娘养的畜生，你家没老人吗？滚回去拿柴胡、白纸、麦冬，穿心莲各5钱，多少银子我给他出了。老人家，你先去抓药给你孙女熬着，我家里还有个腹痛的妹妹，你住在哪儿？我回去照顾了妹妹，就去看看你孙女。她做不到见死不救，也看不惯这些不平的事。老人家千恩万谢后，便告诉了他地址。他急匆匆朝着客栈赶去，想着玉兰该疼得死去活来了，却是见到了客栈被人包围了。夫人，你可回来了，属下一直都在这儿等你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妹子呢？夫人，你妹妹在将军府，属下特意留下来等您的。她喊肚子疼，将军已经派人把她带走了。什么？她在将军府？白清月脑子中想起了萧凌风那张脸，顿时火冒三丈。这是想逼他吗？我去你大爷的萧凌风，他在哪儿？夫人请吧。大哥，这将军咋会喜欢这么凶悍的女人？我们是不是搞错人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回去。将军府位于郡县郊外，这里依山傍水，占地极广。不过他觉得很奇怪，萧凌风住在这么好的地方，怎么会做那些村里男人做的事？做饭、劈柴、编制鸡笼，这怎么都不像一个将军能干的事儿啊！站住！你干什么的？叫萧凌风给我出来！大胆泼妇！我们将军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。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！我去你大爷的！萧凌风，你不是想让我来吗？我来了，你这又是什么意思？住手！原本以为萧凌风来了，可没想到一个穿着华丽衣衫的姑娘带着一群仆人走了出来。那姑娘大约28芳华，长得也挺美的，不过看她的眼神怎么如此像白海棠，带着妒忌和毒辣。她这没得罪她吧？我找你们将军要妹妹。总管，这泼妇大胆叫将军的名字，属下正想。这位想必就是将军的救命恩人了，我听将军提起过姑娘。你是白清月，你又是谁？萧凌风在哪儿？我是将军府的管家柳依依，你妹妹好着呢。来人，带白姑娘进去看她的妹妹。跟随这2个丫头去找白玉兰，在路上她也打听清楚了，那个女人叫柳依依，是这将军府的管家。不过她可不是一般的管家，听说她还是京都兵部尚书的女儿。因为仰慕萧凌风战神之名，所以就来给他当管家，而萧凌风竟然也同意，美色误人呢。一个大家闺秀不当，要来当管家，只为了接近喜欢的男人。姑娘，您妹妹就在这间院子。哦，多谢了。玉兰。门推开后，她竟然看到了白玉兰一袭华服站在镜子旁边，除去看那张有疤痕的脸，她整个人就和那些大家闺秀一样，端庄大方，美丽动人。姐姐，你来了，你看这衣衫好看吗？是姐夫送来的。这一路上，她都在担心她的腹痛如何了，她竟然还在这试衣服。你肚子不疼了？不疼了，姐夫派人去客栈接我，还让大夫给我开药。姐姐，你看这衣衫好看吗？好看。既然不疼了，那就随我回去吧。这是别人的地盘，不能多待，我们快走吧。他拉住白玉兰想走，这还没出屋子呢，外面院子即刻来了一群人，伺候的侍女全部跪下。白玉兰见此也想跪下，白清月忙拉住她，别跪，抛去那些私情不讲，我们姐妹可是她的救命恩人。一袭宝蓝袍子的萧凌风带着追风缓缓而来，他一来就如众星拱月一般。姐夫，臭丫头，我怎么说的？你忘了他不告而别了？姐夫，你和姐姐解释啊。夫人，我家主人是不得已才离开你的，他……你给我闭嘴！
萧凌风有嘴，让他来说。他也不知为何突然会冒出这一句，他这话的意思很明确，他给萧凌风一个机会，他也想知道他这半年来都密谋了多大的事儿。夫人，你肯听我解释？他上前想拉住他的胳膊，谁料白清月后退几步，避他如蛇蝎。别套近乎，我问你，你那个女管家是咋回事？一听这话，萧凌风瞬间明白，原来是吃醋了。萧将军，你不是告诉府里的人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吗？如今救命恩人要走，你若拦着，恐怕不大好吧？夫人这是生气了。众人听着，这位白姑娘就是本将军的夫人，日后见到她就如见到本将军一般，还不都拜见夫人？奴婢拜见夫人。一众人跪下，白清月瞬间有些懵。萧凌风，你啥意思？他大爷的，他咋有种被套路的感觉？自作孽不可活呀！这下夫人该满意了。满意你的大头鬼！你到底想怎样？我很忙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办。办事？夫人想办什么？可以让管家去办。柳依依在哪儿？依依在。拜见将军。当他抬眸见到萧凌风和白清月站在一起，眼中的记恨越来越明显，怎么都藏不住。白清月是女人，怎么会看不懂柳依依对萧凌风是势在必得呢？这天朝还有女管家，我可真是长见识。依依，我来拜见夫人。日后本将军不在，她就是府中的女主人。这话一出，白清月恍然，萧凌风这是承认他们的关系了？不对，他好像上套了，而且还被套牢了呀。将军，她一介乡野女子，就算救了您，她也不能做。放肆！将军请息怒。都给本将军听好了，这位姑娘是本将的女人，本将心悦她，爱她，宠她，怜她，日后谁敢让她受委屈，那就是和本将作对，都听明白吗？白清月也懵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害羞的情话，他还有些不好意思。你这是表白？娘子，我对你发过誓，这辈子只你一个女人，我没有食言，你能原谅我不辞而别吗？白清月眨巴着眼睛，心也在咚咚跳，在心里告诫自己，白清月你要稳住，一定要稳住，别几句话就原谅他了。可还有另外的声音在咆哮，太感动了，你还等什么？接受他，要亲亲，要抱抱，好烦人呐！姐姐，你原谅姐夫吧，他对你是真心的。去，你别瞎掺和。这有一说一，他嘴上不承认原谅，可心里已经有了结果。萧凌风，你找个安静的地儿让我坐会儿，蹭杯茶喝。夫人跟我来。他紧紧拉住他的手，一帮人羡慕得很，那些下人还在跪着。夫人，还不叫他们起来吗？你们都起来吧，别动不动就跪人，这是要折寿的。多谢夫人。完了，完全被萧凌风套路进去了，这不承认身份也不行了。走吧。他越过那个柳依依身边，他看她的眼神带着赤裸裸的挑衅和警告，这让他很不爽。他大爷的，一个小小总管敢警告他，我气死你！相公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见他关心自己，萧凌风更是激动不已，突然伸手一个公主抱把他抱在怀中。好不好你检查不就知道了？这话有些暧昧的味道。那柳依依见此气得脸都白了。白清月本想下来的，可看到柳依依那小模样，她就觉得爽。好啊，我一定好好检查。玉兰，你在这儿等姐姐，姐姐一会儿就回来。姐姐，你们慢慢聊，不着急啊。哼，真是个丑丫头，再华丽的衣衫穿在你身上也是丑不堪言。姐夫，哼，下次再听见你叫将军姐夫，我让人把你另外一边脸也划花，让你当一辈子丑丫头。你敢动我，我姐夫不会放过你。丑丫头，你还真以为你是将军的小姨子？告诉你，将军只能和我成亲，你姐不过是个乡野粗鄙丫头，
没有丝毫身份背景，她凭什么做将军夫人？告诉你也无妨，将军只是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恩才如此对她。你真以为将军看得上你姐？哼，我要是你们，就识趣拿一笔银子走人，否则……你胡说！我胡说？哼，你爹娘没告诉你什么是门当户对？村女配将军，你觉得可行？白玉兰哑言，捏着拳头。是啊，他们是村女，姐夫是战神，他和姐姐……不，我姐夫对我姐的感情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柳依依，你别想在这里挑拨离间，你这样的女人，我村里见多了。等我姐夫哄好我姐，你这管家也别想当了。臭丫头，你说什么？6月是吃水蜜桃的季节，果香满园，一片丰收的景象。萧凌风抱着白清月来到了府中一处果园，见萧凌风没放下他的意思，得了，戏做完了，各走各的。萧凌风担心他受伤，只好放下了他。娘子，你过得好吗？原本是很生气的，可他现在却觉得委屈。他想说别问，一问就想哭，可他骄傲的性子不让自己表现出来懦弱。他伸手摘了个桃子，在袖子上擦了擦，啃了一口，满口鲜甜多汁。你不是都看到了吗？你走后，我种了草药，搞了点钱，修了修新房子。萧凌风，那晚在帐篷外的人是你？是我。我和你讲一个故事，娘子听完便明白了。故事？刚好，我也想听听故事。我很好奇，受人敬仰的天朝战神为什么差点死在劳改场？当日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，若不是三哥找到他，恐怕他早死了。萧凌风神色复杂，走到身后的石凳旁坐下，微风动，暗香拂。半年前，我在军营被人偷袭，等我醒来，就在白家村外的矿场，被人折磨得奄奄一息。我本来以为我会死在那里，可没想到娘子缺一个相公，让张三把我捡了回来。在娘子那里，我养好了伤，也治好了瘸腿。后来的事，你都清楚了。追风等人找到了我，可你误会我是强盗，我那时的身份很尴尬。追风告诉我，军营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萧凌风在做将军，可追风是我的人，他发现了那个冒牌货的破绽，为此一路追查到白家村，找到我。什么？你的意思，你在白家村的时候，军营里的战神是假的？没错，你治好了我的腿瘸，我也不能再继续待下去。那个假的战神已经联合敌军想攻占我朝，我不能让他毁了我一世英名，我必须回去清理门户。而且我发现……你发现什么？萧凌风深深地看他一眼，捏了捏拳头，却选择不解释。当时事态紧急，我只能不告而别。这是什么屁话？白清月不满。哼，所以这就是你给我的解释？既然你都回去了，为什么还派人关注我的一切？你甚至偷偷跑回来，既然回来了，为何不光明正大？难道是你觉得你这战神陪我这小村姑很丢人？他越想越生气，都回来了，有什么不能坦诚相待的？不，我从未嫌弃过你。白清月却觉得他这解释太过于敷衍。萧凌风，你觉得你这解释能说服我？娘子不接受，我等你气消。一日不行，等1月；1月不行，我等1年，等上我这一辈子。他的话让他很是难受。他不是喜欢作的女人，可他知道他没有说真话。为什么？萧凌风，我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离开的时候，我找了你多久？你太霸道，也太不顾及别人的感受。你就算不得已要走，那么多手下，你派一个人告诉我也成啊。哪怕一句话，一张纸条，我也会放心。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？我在村口等得天都黑了，等得亮了，你都不回来。那种担心他出事的绝望，他根本就不懂。他眼中有晶莹的泪花闪烁，一股脑儿的把内心的委屈诉说。
实在气不过，猛然丢下手中没吃完的桃子砸向他。萧凌风闷哼一声，立刻起身抱住了他。娘子，我错了，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。他讨厌他说对不起，用力挣脱他的怀抱，歇斯底里。你够了，没有日后，我已经被你弄得没有信心了。你知道村里人怎么看我吗？弃妇。我虽然不在乎这些闲言碎语，可我也有自尊。你不必解释什么，我都清楚得很。一旦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就是那个被遗忘的人。他转身准备走。站住！娘子，我已经道歉，你还想如何？我不需要你道歉，我要去找萧云起了，告辞。站住！我不准你找他！萧凌风不顾他的挣扎，快步上前拉住了他，用力朝怀中一带，抱在怀中紧紧抱住。你放开我！谁料萧凌风捉住他乱动的手，头一低，温热的唇就堵住了他还未说完的话，舌尖更是在他惊诧的时候闯了进来，灵巧的舌头霸道勾住他的唇，和他紧紧纠缠，恨不得一口将他吞下。萧凌风的吻霸道，不带一丝拒绝。白清月挣扎无用，很快就瘫软无力。微风动，罗裙扬，察觉他的身子瘫软，他这才轻轻放开了他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见他小脸绯红。清月，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。白清月的心扑扑直跳，似乎要跳到嗓子眼儿。萧凌风，你除了干这事儿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清月想干什么，我都可以奉陪到底。你，他娘的，他咋又上套了？这世上最深的就是萧凌风的套路，怎么都避不开。主人，有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这夫人是自己人，说骑兵主人，大皇子的余党出没在城郊外，是否追击？是花逸仙等人？是花逸仙，还有大皇子的谋士也在，是否把他们一网打尽？哈哈哈！好，今日是双喜临门的日子，娘子回来了，余孽也该清除。娘子，你就留在府中，花逸仙等人还在外逃，你会有危险。一见他说正经事儿，他也不作了。花逸仙那个无根男人还在逃？萧凌风亲自去部署抓获计划，可没想到他竟然留下追风保护他。白清月可不想躲在萧凌风的将军府，他还得去办他的事儿呢。夫人，您就别出府了，外面很危险。这里才危险，不招惹萧凌风，我哪来的仇人？夫人，这话可不这么说，你和主人是夫妻，况且那花逸仙的命根子是你害的，他要报仇也会找你。没有萧凌风，我会遇上那个变态？追风见他还生气自家主子，奇怪，怎么还没搞定？夫人，难道主人还没告诉您真相？真相？什么真相？唉，主人也真是，都到这个份上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为何还让您继续误会他？说完这话，追风就想走。小子，你等等，什么真相？他心里确实对萧凌风多少有些怨言，所以不打算这么快就原谅他。男人这东西，你得让他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儿，不然你就任由他拿捏，没法翻身了。虽然他认清了自己的心意，也知道喜欢上了萧凌风，可这不代表他没有底线的喜欢他。唉，夫人，属下告诉您，您可不能让主人知道是属下说的。不就是保密吗？放心，我不告诉他。你快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主人和您不告而别，其实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们姐妹。保护我们？追风，这话怎么说的？当时情况很危险，那个假的战神杀了主人很多心腹，我带着一班人逃出来寻找主人，找到他后才知道他已经成了您的相公。可他不能待在白家村，得回去清理门户，而且我们发现大皇子的人已经盯上夫人姐妹，若是主人一直留在白家村，你们姐妹也会有危险。您还记得您妹妹突然在家失踪的事？是孔二狗和谁干的？是大皇子的人联合那个胖子干的。那一夜，追风想起都觉得可怕。那一夜怎么了？看来主人什么都没告诉夫人。那一夜，主人用自己的命去换你妹妹的命。你说什么啊？萧凌风为何都不告诉他，任由他误会？是的，大皇子的人发现主人还活着，就派人来追杀，
可我们保护着主人，再加上他的身子恢复了，大皇子的人拿他没辙，所以他就让手下人带走您妹妹，让主人亲自去换您妹妹。他为了救您妹妹，就……白清月捏紧了拳头，很后悔刚才那样对待萧凌风。他怎么了？大皇子的人逼迫他自杀才肯放您妹妹，所以……自杀？主人一刀刺进了自己的左胸，利用假死骗过大皇子的人。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唉，惨啊，鲜血流了一地，差点就没命了。我们连夜带走他，找大夫救命，好不容易才让主人活下来。可他醒来后还惦记着您，清理门户后三番几次都想变着身份来看您。虽然他没有以真面目示人，可他还是他，夫人为何就不懂这番情谊？他不肯说，那是因为他不想让夫人觉得对他有愧才原谅他，不是他不告而别，是他重伤奄奄一息，无法告别。夫人，属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属下13岁就跟着主人南征北战，这么多年从未见过他对一个女子如此上心。属下感谢您救了主人的命，可主人为您做的一切早就还了这救命之恩，剩下的都是深情不渝啊。听到这些话，白清月很久才回神，他身子踉跄几步，捏紧了拳头。你说的可是事实？属下敢对天发誓，夫人，您就别出府了，属下会保护你。不，我不用你保护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现在去帮他，立刻去。夫人不可，属下还得保护您，您是主人的命。我不用你保护，你去保护他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一个字的。我在郡县等你们平安归来。见白清月不生气，追风终于松了口气。他为主人做了一件好事，也不知道他怎么奖励他。夫人真是好夫人，属下……得了，别吹彩虹屁了，快去。目送追风离开后，白清月这才消化完追风的话。没想到萧凌风默默为他做了这么多，受了如此多的苦，可他就是一句话都不解释。男人的面子真有这么重要吗？他就不担心自己一直误会下去？姐姐，你和姐夫和好了吗？傻丫头，我们没事。太好了，姐姐姐夫终于和好了。姐姐，那个叫柳依依的女人好生讨厌，我们告诉姐夫，让姐夫赶她走好不好？怎么了？那女人欺负你了？她说什么？她说姐姐是乡下丫头，配不上姐夫，还说只有她配得上，她是大户人家的大小姐，她说姐夫会娶她的。白玉兰和柳依依吵了一架，柳依依吵不赢她，被气走了。不得不说，在村里帮姐姐对付大伯娘和毒海棠，她现在嘴巴也厉害多了。吵架嘛，小意思。先别搭理这个小角色，玉兰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，先去办了，再回来收拾这个柳依依。姐姐，什么事？启禀总管，那女人带着她妹子从后门走了。走得好，一个乡野女人凭什么能当将军夫人？去找几个人处理干净。可总管，万一将军回来追究，这可……将军去追拿余孽，恐怕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等他回来，木已成舟。是这女人不听劝告，私自出府，被余孽的人杀了。这也怪不得任何人。总管这招可真高明。